被拐多年回到家后，我极尽讨好，想融入这个家。可我的亲生妹妹却将我视作眼中钉肉中刺，为了争宠，甚至将我送上了傻子的床，让我被凌辱致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爸妈找到我的那天。这次我不再讨好任何人，妹妹如愿得到了她要的爱，可最后她又哭着求着要把这沉重的爱还给我。小杰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刚睁开眼，一个眼眶通红的女人张开手就要来抱我，跟上一世一模一样。上一世他们刚找到我的时候，妈妈痛哭流涕的慈母样子赢得了所有人的怜惜，我也被她的眼泪蒙蔽，伸手想抱她，但身上淡淡的泥土味夹杂着雨后粪便的味道让我没敢上前，还自觉地避开了和她所有的肢体接触。当时村里的人纷纷指责我没有良心，亲生父母都不愿意接触。我咬牙忍下委屈，但这次我没有躲开，硬生生站在那里。果然，在我大约半米的地方，他猛地顿下。我嗤笑一声，随意地拍了拍身上的泥点。妈妈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他后退半步，余光瞥了瞥周围的村民，转而去拉我稍微干净的手。妈妈怎么会介意？我的小杰真是受苦了。我手上的袋子在他的拉扯下掉了一地，满地的牛粪散发出难闻的味道。他下意识地收回手，捂住了嘴，又反应过来似的慌忙放下。我低头想去将我捡了一上午的牛粪重新装袋，手却凭空被握住。小杰，爸爸知道你受苦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我这才注意到一直站在妈妈身后的爸爸，他红着眼，死死将妈妈的手按在我的手上，看着就像一家人紧紧相握。但爸爸的手完全没有碰到过我。在村民的感动声中，我终究是上了顾家的车。妈，你是不是踩什么了？一股味道，一进家门，顾南就捂着鼻子冲妈妈大声喊道，挑衅的眼神却是落在了我身上。你这死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去接你姐姐了，妈妈嗔怒道，扭头却将我拦在玄关处，进门找了一大瓶酒精，喷完手后递给我，小杰，你喷完再进来吧。你妹妹从小爱干净，受不了奇怪的味道。我沉默着喷完全身进了客厅，爸爸已经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，连头都没抬过。见我不说话，顾南转头端过茶水向爸爸走去，嘴里嘟嘟囔囔，这么臭也进来，脸皮真厚。路过我时，他手一抖，我迅速收回放在过道的腿，但还是有星星点点的热水溅到了我的腿上，痛得我闷哼一声。他装模作样的道歉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姐姐不会介意吧？我白了他一眼，刚要开口，妈妈却阴阳怪气地接过话头，楠，别自责了，姐姐不会介意的，这水刚好给姐姐去味儿。这一刻，我发自内心的嘲笑自己，上一世怎么连这种手段都干不过。上一世他们也是这样一唱一和，将我说得肮脏不已。我只一个劲地附和他们，自嘲自己又脏又土，将他们捧上了天。在这种自我否定中，渐渐大家都默认了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哪怕我极力讨好，妹妹就是不愿放过我。在家使唤辱骂我，在学校挑拨同学，带头霸凌我。我一直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让素未谋面的妹妹对我那么大的敌意，甚至花了更多的时间研究她的喜好，卖力地讨好她。原本优异的中考成绩在这种不解中一落千丈，最终连个像样的大学都没有考上。就算这样，她依旧不知足，下药将我送上了傻子的床，导致我被凌虐致死。但这次看着顾南和妈妈在我眼前张张合合的嘴巴，我抬起头冷声道，这么脏是谁生的？这不是你们给我的人生吗？转头朝向顾南，你是愿意干净的去死，还是肮脏的活着？顾南和妈妈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脸色长得通红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客厅里足足沉默了半分钟。好了，你们俩也是，小杰沾点泥巴而已，阴阳怪气说什么？
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下了手机，竟开口为我说话。我诧异地回过头，对上爸爸审视的目光。爸，顾南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爸爸眼里的狠厉吓住，不甘心地闭了嘴。奇怪，爸爸怎么突然帮我？上一世他可是一直装聋作哑。扭过头，顾南阴森森的眼神里不再满是挑衅，反倒盛满了警惕，甚至夹杂着一丝嫉妒。我意识到好像有什么事情改变了。我是中考状元，爸爸早就顺利帮我转好了家附近的学校，跟顾南一起。早上8点到了学校，他直接去了班级，我处理转学事宜晚他一些。清洗干净的我，经过几天的细养，倒也称得上面容清秀。路过班级，顾南铁青着脸坐在座位上，周围围了一圈打听我的人。班级门口，我顿住了脚步，轻轻用脚踢开了门，一个侧身让我后面的同学先进去。我等了一会，却没听见想象中的碰撞声。不应该呀！上一世我在学校的悲惨生活，就是从进门这一碗螺蛳粉开始的。顾南长得好看，成绩更是常年第一，我的出现让他有了危机意识。开学第一天，他伙同他的小跟班将螺蛳粉撒在了刚进门的我身上，导致我整整一天身上都有种恶臭。他却将我回来那天的事情绘声绘色讲给别人听，误导别人我满身牛粪味。那以后认识的人不愿靠近我，不认识的也传得沸沸扬扬，我在流言声中彻底低下了头。但最后却迎来了更加恶毒的霸凌。奇怪的是，这次却风平浪静，我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开学1周，但却越发警惕。顾南可不是什么得过且过的人，难道他也提前知道了那件事？按照上一世的时间点，那件事是在高2保送名额公布之后。我是中考状元，依爸爸的性格，目前估计还没做出决定，我还有机会。但是顾南如果也知道那件事，以他的偏激，这瓶颈肯定是鱼死网破的遮羞布了。我抓不准顾南什么心思，以至于在开学第一次摸底考试中，我都不敢锋芒太过。我可不想刚重生没多久就被他一刀捅死了。每天都在防着顾南，等我从这种紧张的防备中稍微抽离时，却发现周围同学看我的眼神渐渐不对劲了。细想之下，猛然发现中午在食堂吃饭，哪怕人挤人，一座难求。我坐过的桌子周围都没有人愿意落座，甚至走出校门，还有路边的混混不怀好意地看着我，吹着口哨问我多少钱一碗。这些天的一点点细节都在我脑海中串成清晰的片段。我刚要往顾南身上想时，班主任恰好拿着摸底考试的排名走进教室。这次考试大家成绩都还不错。班主任顿了顿，然后转向我，就是顾杰同学可能刚来还不适应，这次成绩不是很理想，下次再接再厉。接下来挨个念一下班里的排名，念到我的名字后，班主任放下了成绩单。意料之中，我是最后一名。顾南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，迫不及待地扭头跟周围同学小声咬着耳朵。我懒得搭理，要不是怕顾南受刺激一怒之下捅了我，就这题目我分分钟满分。但下课后，这谣言却愈发离谱恶毒。听说了吗？顾杰那状元不是考来的，陪睡来的。真的假的？看他挺清纯的呀。嘘，顾南说的还能有假？那肯定是内部消息啊。对呀，顾杰失身这种事情他都知道，这肯定他也了解的。不大不小的流言声中，我敏锐地捕捉到了顾南的名字。顾南传的。我竖起耳朵仔细确定，内心却抑制不住地开始狂喜。这么温和的手段，那顾南肯定是还不知道那件事的。最近顾南那么安分，估计是爸爸对我的袒护让他不敢那么明目张胆。顾南果然是欺软怕硬，但这手段倒是没变过的低级。我可不是上一世那个唯唯诺诺讨好他的人了，遭遇了那么多，我最知道这种阴暗的流言墙头草怕什么了。
稳了稳情绪，我噌的一下站起身来，状若疯癫地喊道：“你们是在说什么？是说我陪睡的来的状元吗？是想让我难堪吗？还是想败坏我的名声？陪谁睡能拿到状元啊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我想上清华，求求你们了，告诉我好不好？”课间热闹的班级突然安静下来，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果然，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连顾南都罕见地愣住，但眼里的狠戾却丝毫不少。我的发疯言论效果不错，至少没人再当着我的面说些让人恶心的东西，甚至有人将我的外号从外围女变为了发疯妹。居然还有人被我的发疯言论折服，觉得一个敢当场发疯的现代人简直就是人间理想。我不在乎，但好像班主任老师不是这么想的。在得知谣言的第一时间，他就叫来了我妈。周围围着的人群塞满了办公室走廊的每个角落，顾南站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挑衅地笑着。妈妈姗姗来迟，班主任老徐皱了皱眉，还是温声开口：“顾杰妈妈吧，顾杰最近在学校有些不好听的言论，叫您过来是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能不能帮帮孩子。”妈妈疑惑开口：“什么言论？他惹什么事了？”“没有。”老徐连连挥手：“顾杰没惹事，只是有些关于他身世的言论。”“哎，这事儿啊，我家小杰从小被拐卖，刚从乡下接回来，确实有些事情也不是他愿意的。”妈妈叹了口气，装模作样的抹了抹没有眼泪的眼角。还没等老徐开口，妈妈就拉过门口的顾南，昂着头对老徐道：“老师，这也是我女儿，最近考了班级年级第1呢，多亏了您的照顾，等她考上了清北，一定请您吃饭。”顾南乖巧地站在妈妈身后，在只有我看得到的角度咧嘴露出了一个恶劣的笑。那顾杰，老徐话还没说完就被妈妈打断：“老师，小杰心态好，以前经历那么多都没事，不会被这点事情难倒的。倒是我家楠楠，最近压力可大了，老师您可要帮忙照顾照顾，怕她压力太大。最近学校要是有什么班级活动，就别叫我们家楠楠了，她学习都时间不够呢。”妈妈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，直到她离开老徐，都没来得及从她嘴里了解到我的事情。周围同学本来还有为我说话的，现在却一边倒地相信了顾南。妈妈回去后，有个混混模样的男生当着我的面直接问顾南，问我是不是真的随便睡。顾南假模假样的嗔怒道：“陈峰，你说什么呢？姐姐只是被拐卖过，哪里有你想的那么不堪？”又低下头抹抹眼角。而且姐姐被接回来的时候衣衫不整的太可怜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看着是为我说话，实际上将我死死按在了尸身这个耻辱柱上。难听的言论雪花一样飞向我，好不容易稍有扭转的局面再次崩塌。我咬紧牙关，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愤懑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妈妈那么讨厌我？明明我和顾南都是她的女儿。为了掩饰住微微发红的眼眶，我推开我面前的陈峰就想离开，眼神凝聚在他脸上的那一刻，我却意外地觉得有些眼熟。流言越演越烈，出门永远有人在指指点点。摸清顾南不知情的我，再也不掩饰自己的光芒，在开学的第1次月考中一举为自己证明。顾杰，年级第1，全市第3。出成绩后，老徐站在讲台上，拿着成绩单欣慰地看着我：“恭喜顾杰同学！”整个教室除了老徐的鼓掌声，安静得很。隔了很久，才有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跟上。顾南臭着脸不情不愿地鼓着掌，他同桌陈峰却冷哼道：“有什么可得意的？顾南可是一直都是第1，有些人拿1次第1就忘了自己叫什么了，还不是个不干不净的。”周围同学害怕他噤了声，但还是有看不惯他的，小声嘟囔道：“这次是市里的联合考试，顾南作为第2名，也才全市100开外。”听到这里，顾南的脸色更臭了。陈峰讪讪闭嘴，桌下的手却微不可察地摸了摸顾南。果然，我记得没错，陈峰就是顾南上一世的舔狗。
帮他可是干了不少事。陈峰是个混混，学习不好，抽烟喝酒打架，倒是样样都来。小小年纪派出所倒是去了不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家里过大的压力让顾南想要逃离，竟选择了这样一个人去实现他的叛逆。高考过后，陈峰再也入不了顾南的眼了，于是被他一脚踹开。眼看大家相信我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顾南盯着我的眼神恨不得杀了我。我丝毫不在意，依旧努力学习，成绩渐渐稳定在了年级第一的位置上，彻底顶替了顾南。面对顾南的成绩单，妈妈阴沉着脸拿着针陪顾南一起学习，半夜学到眼眶发黑，他一睡，妈妈就扎过去。每天半夜家里都有惨叫声。半个月下来，顾南越发憔悴，看我的眼神也像淬了毒一般。顾南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好像急需宣泄口一般，他与陈峰的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。好几次难得的假期，我都看到他俩从附近的宾馆出来，甚至偶然在他忘拉的书包里看到过拆盒的避孕套。期中考过后，我依旧稳居第一，顾南却破天荒地掉到了100开外。顾南将成绩单哆哆嗦嗦地递给妈妈，妈妈只看了一眼，直接撕掉成绩单，指着顾南破口大骂：我怎么培养出来你这么个东西？100开外，养只狗考的都比你好，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？这个成绩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假意去倒茶水，却哎呀一声不小心弄湿了顾南的书包。下一秒，妈妈冲过来夺过书包，将我猛地一推：你干什么？不要把你那穷酸气！妈妈的话在看到书包里掉出来的避孕套时戛然而止。啪！不等顾南解释，妈妈一巴掌甩在了顾南脸上。这就是你最近成绩下降的原因。小小年纪勾引男人，顾南显然懵了，连挨了2个巴掌才想起辩驳：妈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这是什么？妈妈拿着避孕套对到顾南眼前，这是还能是我给你买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你连顾杰那个贱货都比不上。这句贱货一出口，我们同时愣住。反应过来的顾南炸毛，凭什么拿我跟那个贱人比？说完摔门而出。我低下头，心口有点闷得慌。我知道妈妈不喜欢我，喜欢阴阳怪气，这么肮脏的辱骂却是第一次。还没1个钟，顾南就被冷静下来的妈妈哄回来了。母女俩亲热地拉着手，顾南甚至还破天荒多给了我几个眼神，只是这眼神里盛满了幸灾乐祸的恶意。妈妈应该是告诉了他那件事吧。上一世，爸妈接回我就是为了把我送给爸爸上司的傻儿子，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烂泥女儿，换一个光明前程，确实是很不错的买卖。看时间，那场买卖快了。也许是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，顾南竟不再刁难我，下滑的成绩也不断回升到了之前的水准。直到高2，学校的保送名额出来，妈妈花重金给顾南请来了学校金牌老师给他补课，名额分量确实很足。顾南卯着劲，天天学到半夜，眼下是大快淤青。越临近考核，他的焦虑越发明显，甚至还会时不时在半夜透过门缝看我的动静。我感到有些好笑，再怎么努力，我也不信他短时间内能考过我。考前1周，我都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，顾南却有些反常。他看我的眼神不再充满忌惮，甚至还有时间约朋友逛街游玩，半夜再也看不到他的房间亮着灯。我以为他放弃争取这个名额了，但他却在考前讥讽地对我说：顾杰，我一定会拿到这个名额。上一世我并没有走到这一步，不知道顾南打的什么主意，只能格外注意，甚至那天我都没吃任何家里的食物。我隐隐有些不安，但还是坚定地踏进了考场。这次的题难度明显大了很多，周围都是时不时的停顿，夹杂着烦躁的叹气声。我抬头看了眼斜前方的顾南，他倒是写得飞快。我敛了心神，开始专心答题。考场的时间过得飞快，意外的是，
还没出考场，我最后一题没写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年级。顾南听见传言，满脸挑衅地将头凑向我，低声道：“顾杰，我说了，这次名额一定是我的。毕竟一份最后大题没写的卷子和满满当当的卷子，谁都会觉得后者更有机会。”名额还未公布的这些天，顾南拿到名额的留言就已经传得人尽皆知。大家看顾南的眼神充满了羡慕，甚至有知情的家长已经为自己的孩子预约了顾南保送之后的时间。顾南一时之间春风得意，我依旧保持着之前的生活作息，但在别人眼里却成了失败者的象征。时不时有人讥讽地看着我的卷子阴阳怪气，什么状元，最后一题没写的状元吗？大家哄堂大笑。3天后，名额如期公布，告示栏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顾杰2个大字。怎么可能？站在告示栏前的顾南失神地望着那2个字，嘴里反复喃喃道。周围的同学也七嘴八舌地在讨论这个不可能的结果。南，站在那干什么？准备一下，妈妈带你去吃大餐了。妈妈拨开人群，笑意盈盈地想去拉告示栏前的顾南，庆祝你保送。妈妈的话在看清公告栏上的名字后戛然而止。顾杰，怎么可能？妈妈瞪着双眼，不可置信地质疑。吵嚷声引来了教导主任，他亲自向妈妈保证我没有作弊，这个名额是我应得的。但妈妈依旧不信，嘴里囔囔着，不是说他最后一题都没写吗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妈妈涣散的眼神一直游离着，聚焦到教导主任身上的时候，却猛地一亮，是你对不对？顾杰肯定是勾引了你，才拿到这个名额的。年逾50的教导主任腿都软了，退后半步，慌忙摆手：“这位家长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名额可是校长定下的。”那就是校长。顾杰爬了校长的床，妈妈仿佛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，旁边人怎么都拉不住。妈妈带着一大群人冲到了校长办公室，同学的质疑声不绝于耳。一片吵嚷声中，校长好不容易理清楚了来龙去脉。他满脸慈爱地看了看被迫被推到人群中间的我，转而看向大家，清了清嗓子开口道：“我知道大家疑惑什么。顾杰同学最后一题确实没写，但这个名额也确实应该是他的。”看着大家疑惑的眼神，他顿了顿，继续开口：“这次试卷是我出的，最后一题题目就是错的，空白就是标准答案。同学们，一个好的学生不仅要有学习的能力，更要有质疑的能力。这一点上，顾杰同学做到了。”一番话毕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半分钟后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却打破了安静：“我举报。”顾杰提前就知道考题，顺着声音，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妈妈狰狞的脸上。妈妈举着手机，冲上前向周围每一个人展示上面的聊天记录。上面赫然是她和金牌老师的聊天记录，上面记录着偷来的考题和答案。聊天记录是真的，但题却不是给我的。我恍然大悟，难怪顾南那段时间有恃无恐，原来是早就拿到了试题答案。妈妈可真肯为他下血本，重金诱惑家教老师偷了这次的考题，但他在情急之下却将这件事扣在了我的头上。我站在一旁低着头，正想着怎么证明我没有看过试题，校长却不慌不忙地拿出了我的试卷和标准答案。大家看，这次的试题很难，每一道题的解法都至少一面，但顾杰同学的解题方法却没有一题与答案一样，甚至最后那道错误的题，标准答案也满满一面，但顾杰同学是空白的。他顿了顿，慈爱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，只是顾南，但年级却有一个人，最后一题写的跟标准答案一模一样。顾南慌慌张张地想要后退，人群却将他堵得没有退路。眼看身处绝境，顾南眼珠一转，突然流下2行热泪，猛地跪坐在地上，开始掩面抽泣：“对不起大家，都是我妈，都是她逼我的，逼我把那个答案背了下来。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这次的考题。呜呜，
我对不起大家。妈妈愣住，但却在顾南的眼神试一下反应过来。这种事情一旦落在学生头上，可是要退学的，那主谋只能是妈妈了。他许是想到他培养多年的女儿，瞬间没了刚才的嚣张气势，咬咬牙，低着头向校长道歉，认下了整件事情。校长冷冷地看着一唱一和的母女俩，爬到这个位置，怎么可能看不明白这点事情？也许是真想给走上歧路的学生一个改过的机会，校长沉默了一会，还是保留了顾南的学籍，但做出了严肃处理。这是最终以顾南背上一个跟随着终生的处分结束。我谢过校长，眼看着妈妈带着顾南开车离开，选择了走路回家。家离学校并不远，但这几分钟的路程，我却看到了正在外省出差的爸爸。爸爸正在一家网红店排队买冰淇淋，透过玻璃窗，他正亲昵地抱着一个小男孩，乐呵呵地用胡子逗弄着。男孩被扎痒了，伸手胡乱拍着，拽下爸爸几根胡须，爸爸却不在意，依旧笑嘻嘻地扎男孩的鼻尖。旁边一个年轻的阿姨挽着爸爸，嘴角轻弯，温柔地看着他们俩。我看呆了，哪怕活了2世，我也从没见过爸爸那么有烟火气的样子。爸爸好像感觉到什么似的，突然回过头，我还没来得及收回目光，我们就这样隔着一扇玻璃窗四目相对。他眼里早就没了刚才的笑意，好像也并不怕我会告诉妈妈，只是远远地冲我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，然后回过头继续刚才的温馨亲子时刻。我自嘲地笑笑，难怪爸爸在家从来都很冷漠，难怪爸爸那么大年纪了还想着往上爬，甚至不惜想将一个女儿嫁给上司的傻儿子，原来是为了儿子。如果我没回来，顾南估计逃不开被当成垫脚石命运吧。突然不知道跟顾南和我谁更悲惨一点。当晚，爸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凭什么？南可是我从小带到大的，就凭他这次作弊，怪谁？还不是怪你。这事早就传开了，单位里明里暗里人家都拿这事压我。我在升职关键期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也不能送南啊，一个傻子，他会毁了南的。小杰也是你女儿。你闭嘴！那个贱女人怎么配做我的女儿？压低的争吵声断断续续地传来，最终在爸爸的巴掌声中结束。第二天一早，爸爸破天荒地说，为了庆祝我获得保研名额，特意租了个民宿，要一家人去玩。妈妈站在一旁低着头，脸颊高高肿起。顾南却极力附和，看着我的眼神闪着兴奋又诡异的光。我们到的时候，民宿已经有一户人家了。爸爸熟稔地上前寒暄，我却一眼看到了上辈子永远不会忘记的人，那个傻子。上次一家看起来慈眉善目，时不时帮我们拿些外出要用的东西，还抢着给我和顾南买了景点吸引女孩的小玩意儿，但却总是将傻子往我和顾南身前推，说是同龄人，多接触接触，眼神却意味深长地在我和顾南之间打转，最终目光定在了我身上。我知道他们应该是看上我了。玩了一天，大家都早早回来歇着。我刚洗好澡，妈妈就端着一杯热好的牛奶走上前来。刚才那个阿姨给你的，说是感谢你们今天陪了她儿子，许是怕我不信。她补充道，南也有。我看着面前的牛奶，余光瞥见顾南紧张又兴奋的脸，伸手端起牛奶喝了一口，带着剩下的牛奶回了房间。回到房间，我立刻就吐掉了嘴里的牛奶，毕竟上辈子我也是这么倒下的。我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等到毫无声息时，悄悄走出房间。我轻手轻脚地将我的门牌号拆掉，与顾南调换。上一世被傻子折辱那么久，我最清楚傻子的弱点，他方向感极差，只能凭借简单的数字来辨认房间。我做好一切，正要回房，却猛地看见正要出来上厕所的爸爸。不知道他在那看了多久，我的额头渗出一层薄汗。奇怪的是，
爸爸没有上前，也没有声张，就像没看到一般，转身回房。我放下心来，又觉得有些嘲讽。爸爸终究是舍不得将一个保送的女儿送给傻子，哪怕上司一家看中的是我。啊！救命啊！半夜，隔壁顾南的房间果然爆发出了巨大的呼救声，随即就是巴掌声、衣物撕裂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。民宿的隔音并不好，但却没有一个人出现。我冷漠地塞上耳塞，安然入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早早起床，打开房门，却发现门口已经围了一大群人。他们看着完好无损的我，欢笑声戛然而止。妈妈想起什么似的，瞬间白了脸，猛地冲向隔壁顾南的房间。房门被妈妈踹开，间里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腥臭味。顾南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哭着，旁边是睡熟的傻子。上司一家看这情况也知道出了问题，想着见好就收，立马叫醒傻子，一溜烟跑了，留我们一家自己解决。看到我，顾南心里的那根弦砰的一下断了，不顾自己赤身裸体朝我怒吼：“顾杰，是你对不对？本来该背着傻子上的是你才对，你这贱货配傻子才是绝配。”说完冲上来就想打我，挥起的手却被人直接拦住。爸爸，你也帮他？他到底有什么好？顾南不可置信地看着挡在我身前的爸爸。我冷笑，你都这样了，爸爸怎么可能再失去一个优秀女儿？真愚蠢啊！啪，空气安静了一瞬，顾南的手还被拽着，脸却挨了妈妈结结实实的一巴掌。顾南瞪大了眼睛，看着手都被扇红了的妈妈，嗫嚅道：“妈，你……”妈妈红着眼睛，眼里不再是一贯的怜爱，反倒盛满了厌恶，死死盯着顾南，疯狂地笑着：“妈，谁是你妈？你这个赔钱的贱货！我辛辛苦苦培养你那么多年，最后却给傻子做了嫁衣，哈哈哈！昨晚伺候傻子爽吗？以后别再叫我妈了，我没有你这样下贱的女儿。”顾南被吓懵了。反应过来后，猛地抽出被爸爸握住的手，赤红着双眼冲着妈妈扑过去，狰狞地掐着她的脖子：“我是贱货，你以为我想当你的女儿吗？自己生不出儿子，留不住男人，就知道把我往死里逼，活该你没儿子。爸爸在外面有个儿子，你一声不吭，在家对我就拼命甩脸色。我是贱货，你跟我又有什么区别？”妈妈被掐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呼哧呼哧想去拉爸爸。爸爸脚步微动，正想上前拉架，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。他看了看手机屏幕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接听。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，爸爸的脸色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惊慌，直接丢下我们，匆匆离开了民宿。爸爸离开后，整个场面突然安静下来。母女俩像是找到共鸣般一言不发，也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不在乎，我们这些受害者吵什么呢？缓过劲来的母亲凉凉地看了顾南一眼，叫我打车回家。我任劳任怨地做着一切的杂事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不出意外，爸爸应该正在医院看他高烧不退的儿子吧，毕竟上一世他也是走得那么决绝呢。师傅，麻烦绕路去一下东丽医院。一上车我就扬声告知司机。一直不吭声的妈妈找到发泄口似的骂道：“得了什么病，那么急着去看？赶紧回家！”我低头故作委屈：“妈妈，我想给妹妹买点药。”妈妈斜了顾南一眼，冷哼一声，算是默许了。到医院后，果然迎面碰到了抱着儿子四处缴费的爸爸。小男孩额头贴着退热贴，脸还是被烧得潮红。爸爸紧张地看着，时不时用额头贴他。旁边的阿姨一路小跑跟着爸爸，眼里是星星点点的泪水。妈妈和顾南似乎没看见，我只得故意惊呼道：“那不是爸爸吗？爸爸怎么会在这？”听见声响的妈妈一个机灵，扭头看向我指的方向。映入眼帘的正好就是爸爸焦急又慈爱的脸，一个刚被污了清白的女儿，
却比不上一个发烧的私生子。妈妈眼里的怒火压抑不住地喷涌而出，一时之间仿佛没了神智，冲上前夺过爸爸怀里的小男孩，猛地将他摔下了楼梯。啊！男孩惨叫一声，随后没了声音。满目的鲜血染红了地板，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。爸爸最先反应过来，抖着腿冲下楼梯，一边吼着医生。人群骚动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叫来医生，又送去急救室。万幸，男孩被救过来了，只是双腿恰好卡在了楼梯的栏杆中，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听到结果的父亲赤红双眼，整个脸上的肉都在颤抖，身侧的拳头握得死死的，恶狠狠地盯着妈妈。妈妈看着这样的爸爸，恢复神智般浑身一颤，转而下意识地想去拉顾南。可顾南在妈妈丢男孩的时候就走了，走时眼里满是鄙夷。环顾四周，妈妈终究还是颤抖着拉起了我的手。我挺身隔开爸爸的视线，怜悯地将妈妈带离了医院。妈妈，你的好日子可在后面呢。毕竟我的好爸爸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就是条蛰伏的毒蛇。但我没想到报复来得这样快，更没想到这个报复竟跟我有关。爸爸几天没回家，门再次被敲响时，爸爸回来了，带着一大群警察。为首的警官对妈妈出示证件，一字一句道：周女士，我方怀疑你涉及一起拐卖案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拐卖？我愣住了，但妈妈却盯着警察身后的爸爸，唰的一下白了脸，眼里闪过片刻挣扎后跟着他们走了。当晚妈妈还没回家，这件事整个小区就人尽皆知了。从邻居同情的眼神和只言片语中，我渐渐拼凑出了当年我走丢事件的全过程。原来最开始妈妈就是故意的。当年妈妈生下我后，爸爸因为工作原因不能生二胎，但他却想要个男孩。那个年代要男孩并不可耻，可耻的是他将这种求而不得的怨气发泄在了妈妈身上。一喝酒就提起儿子，一提起儿子拳头就落在了妈妈身上。长此以往，妈妈崩溃了，竟生出邪念，将我卖给了人贩子，对外则是说走丢了。我定了定神，眼眶还是控制不住地微微发红，但邻居却没有停下。我走丢后，爸爸却装作不知情一般，扭头却保存了证据，火速拼了二胎，生下了顾南。为了生顾南，妈妈被伤了身子，无法怀孕，但顾南却是个不被爸爸期望的女孩。即使顾南是个女孩，但作为最后一个孩子，妈妈还是将她捧上了心尖尖。直到她看到了扑在爸爸怀里的另一个女人，妈妈不敢离婚，却默默给顾南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南南。转性般在各种方面以极高的要求逼迫顾南，生怕自己的孩子比不过一个还没出生的男娃娃。我扭头隔绝邻居怜悯的眼神，一时之间我竟分不清我和妈妈顾南谁更可怜一些。但想到那杯放了药的牛奶，我的心又冷了下来。由于证据确凿，不到1礼拜就出了判决结果，妈妈被判了10年。被告席上，妈妈仿佛看垃圾般地看着爸爸，看着那个束缚了她一辈子的男人，转头决绝地进了受压地。至于顾南，妈妈没再看他一眼。高3了，我申请了住宿，隔绝了这家人所有的消息，但在班上时不时还能看到顾南，眼看着他日渐憔悴。明明高3的关键时期，他却缺勤次数越来越多，成绩几乎掉到了垫底的地步。不知道妈妈看到她培养出来的好女儿成了这个样子，作何感想？直到有一天，顾南的桌椅消失了。有人说他休学了，有人说他结婚了。我勾勾嘴角，看来爸爸上司那一家真是心急。没了妈妈庇护的顾南，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，都破了身子。上司一家怎么可能放过一只到手的鸭子？不知道他们使了什么手段，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爸爸叫我参加顾南婚礼的消息。
看着顾南一脸呆滞地站在上一世将我凌虐致死的傻子身边，我低下头擦了擦眼角，嘴角却是抑制不住的弧度。顾南，也该让你尝尝我上一世的痛了。婚礼还没结束，爸爸就匆匆离场。我疑惑地看着周围的亲戚，他们轻蔑地瞥着爸爸远去的身影，估计又是他那个残废的宝贝儿子呗。那女人一看儿子残废了，早就跑了。现在剩下他一个大男人拉扯着半大不大的孩子，还是个残废。报应哟！我佯装惋惜，摇摇头离开了婚礼。回到那个狭小安静的寝室，我才有微微的安心感。那几平米的空间是我唯一的安乐窝，在这里我度过了我最后的学生时代。最终我以689的高分成了省状元，抛开了这里的一切，远赴北京，一次都不曾回过家。